我这个手机这个膜好像有点摔坏了，所以中间好像有一道光线，我是把它撕了会比较好。稍等啊，我把膜撕一下。Hello， 啊，清晰多了。Hello， 下午好，大家下午好。今天过关的时候稍微慢了点，所以晚了一点，迟到了一点，不好意思，大家久等啦。今天是2月14号，也是我们的情人节，所以安排了直播跟大家见面，也祝大家情人节快乐，有情人终成眷属。还有3天就过年了，所以也是说在年前能够跟大家见面，然后聊聊天、唠唠嗑，然后就是叫什么，以防大家过于想念。说到春节，你们第一个想到的词是什么？春节是年夜饭、压岁钱还是打麻将？然后你们那边领今天我妈还在跟我说压岁钱的事情。你们那边领压岁钱有没有什么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说比如说有的是上班了不能领压岁钱啊，或者是结了婚了以后就不能领压岁钱，有没有什么讲究？气氛放假团圆。上班就没领了，没结婚可以领，结婚了不领。上班了就没有，有的因为好像广东这边的习俗是，就是说，只要是你没结婚都可以领。但是那边江西那边的习俗就是说，你上班了就不能领。成年人就没有啊，那有点过分了吧？那还在读大学是吧？应该还可以领的。我没有压岁钱，我老早就没有压岁钱了。哎呀，好像给了又好像不记得了，就是有没有压岁钱这个事情，我回去要问问我妈，我不记得了。然后还记得，说到春节啊，24年在香港准备洪荒剧场演唱会的时候，那一年春节，我觉得应该是我过得最苦的一个春节了吧，就是不敢吃不敢喝，然后因为要保持好身体的状态嘛，然后我觉得就很惨。
所以呢，所以当时想的是，其实就当时而言啊，我觉得是有点临时抱佛脚的一个感觉，就是因为那时候说实话，虽然也跑步也运动，但是没有像现在一样，就是说打网球啊，然后是确实是几乎天天都打，天天都会去运动一下，所以现在都不需要临时抱佛脚，猛猛吃也不胖，就是说到现在就已经有点饿了，怎么会饿呢？有点饿了。下次什么时候？下次其实也在计划当中了。生日的时候已经在计划那个能够跟大家好好的见个面，生日的时候，对吧？然后其实是非常开心，我觉得明年一定是一个好年，明年一定是个好年，明年是一个超好的年，明年啊，明年都心想事成。然后明年，对吧？戏也可以看。然后年前的时候，我看了，就是因为在不懈的努力之下，然后现在看了2集的剪出来的片子，诶，不错哦。就我觉得，终于一颗石头落地了，因为其实一直都在忙后期这些事情嘛。然后我就觉得，哎呀，怎么回事啊？怎么，是不是因为时间太短了，或者是很多想表达的东西都没表达出来，就是很难过自己这一关。所以就是说，但是当然一定会有很多遗憾呢。你想看，从我决定开始做这个事情到开拍，其实就几个月，其实对待就编剧的压力啊，不管是各个部门的压力啊，都是非常匆忙的。你想看7月份、11月就开机，对吧？11月底杀青，然后今年就要跟大家见面，是吧？说实话，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赶的活，人家听了都，包括我们找的后期老师听了都你们这么快？我说对呀，所以我相信明年一定会特别好。然后回深圳之前也是和8月的这个团队开会，想做新的纪录片，因为其实也8月纪录片也过去几年了，有一些新的想法和新的表达，对，想去看看怎么去把它完成。对，所以还是新的一年有非常多值得期待的事情，而且新的一年要猛猛努力工作，因为你看过完年就3月份了，第1季度就结束了，所以得加把劲，加油。新的纪录片有想法了，因为其实8月我们其实准备了非常久，其实非常充分，所以出来的状态很好。那我想的话，其实新的纪录片的话也是得做好充足的准备，包括下一部戏也是要做好充足的一个准备才行。对，迈出去了第1步，下一步就需要走得更加的谨慎，因为把一些流程方面，把一些该踩的坑踩一踩，然后下次就知道要注意什么了。新剧26年肯定能看到，26年肯定能看到新剧了。大家都要猛猛赚钱啊！我猛猛搞艺术，大家猛猛赚钱。今天情人节大家怎么过啊？会不会去约上3俩好朋友去吃吃喝喝啊？新剧里面，我觉得新剧里面我的状态是蛮好的，无论是皮肤还是整个人的状态，确实，我觉得是我近些年来最好的一个状态吧。
就单纯说个人状态来说哈。对啊，我也是赶紧紧赶慢赶过来。今天看我今天都穿的比较的正式，有没有发现？跟大家一起过一个难忘的情人节。但你知道最近北京因为立春了以后，哇，北京太赶了。我回到深圳，我真觉得啊，老舒服了。那个空气当中那都是香甜的，老舒服了。就是那种湿润的感觉，你知道吗？我在北京，因为可能也是因为怎么说呢，就是其他朋友我知道吧，有中招，就是他们有点感冒了，所以他们有点感冒发烧了什么的，所以我就觉得多多少少我应该是被传染，但是我没有那么症状严重，可能因为我每天都在打球，然后都比较好，但是就那个嗓子疼，到现在也还有点疼，但是回到深圳以后就确实好很多了。头发长了留长发吗？没有太多这个想法，留长发的想法没有太多，先这样吧。对，特别是开春了，因为，我也是这段时间，其实在年前也给大家准备了很多，晚睡故事也好啊，包括那个大家有知道立春呐、春至啊一些养生的小技巧啊，包括我们读书，通过读书的方式分享给大家。我也在读的时候也学习到很多知识，就是立春了，冬天我们藏在身体里的一些寒气啊、淤堵啊，它都要发出来，特别是在北方，尤其在北方。它都要发出来，我觉得那就是一个春天，就是一个生发的过程。然后要吃一些长在地里的食物，比如说红薯啊，比如说一些这个米啊、糙米啊，叫什么贱麦还是反正就是这些五谷杂粮吧。然后在地里的，然后就会把你的这个冬天积攒的一些淤堵之气、脾胃的这种什么胀气啊，就是咵。就发出来，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种养生小技巧，让自己的容光焕发，让自己延年益寿，让自己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然后我这时候来在网站上我征集了一些有趣的、温暖的故事，今天就和大家一起分享这来自天南地北的年味儿。主题活动把我拉回了小时候的记忆。我小时候的包汤圆的糯米粉，家家都是用石磨来研磨的。当时只有一家邻居家有石磨，一家家都要排队借用。糯米要清洗干净后，需用水泡一晚上，在上海叫水磨粉。上面说到水磨粉，现在聊聊汤圆的馅料。妈妈是用猪板油切外面的膜，撕成小块，自制的芝麻粉加绵白糖一起碾匀成团，放在陶罐里，上海人叫黑杨酥。哦，这是一个来自上海的小伙伴。第二个说，我家过年一般都会吃一种用地瓜粉煮的食物，叫兜钱，也叫年钱菜，象征招财，把钱都年过来。这个寓意挺好。但小时候我吃完拿到的红包就被老妈撵走，长大后我吃完就要发红包给我老妈，又被她撵走。所以我是吃太多还是吃太少？这个问题问得好。所以小时候你们的红包是会被收走的吗？
你们有了孩子以后会收孩子的红包吗？哎，我们浙江这边年夜饭一定要吃香甜的八宝饭，还有鲜肉馅儿的烧麦，希望吃到小哲新年餐桌上的同款美食。今年新年还挺热闹的，我有朋友跟我一起来在深圳过年，所以还挺热闹的。平时大部分时候都是和我妈。为什么要跟小孩？我妈都是这样跟我讲的，她说这红包我替你先存着，替你先保管的，未来再给你。其实也是啊，那父母给你的远比红包给的多。我觉得红包是新年大家的一种祝福吧，只不过是现在大家用现金越来越少了，可能这种当面传递的这种感觉会少很多。我是觉得比如说在群里给工作人员发个红包，真的没有就是用手一个个给大家包好递过去的这一份心意，就很多时候。所以说 AI 的到来，机器的到来，都会让人与人之间的稍微冰冷一点吧。未来给我妈当然未来肯定是加倍给我了呀，哪是红包这一点数字啊，对吧？母爱还是很无私的。我们一般过年就会炸米圆子和春卷，切一点咸货，然后炒一大盆什锦菜。这里还有个朋友说，好像已经10年没有在过年期间回国过年了。平时除夕夜都是平常除夕夜都是看着手机，我妈发来的丰盛年夜饭配着我的便当。10几年没回国了，其实还是要回来看看祖国的变化。包括我也有家人在国外，很久没有回过，或者是长在国外的，他们来我都是热情接待。他们真觉得就是说这些年中国的变化，他们是都没有看到，没有办法想象的。等到他们切实的感受到，就是带他去看什么故宫啊，带他去看长城啊，然后再来的这种新兴的城市啊，感受重庆的这个魔幻啊，是吧？香港的发达呀，深圳的大湾区的一个发达，对。好，这里有相关的问题。过年船长一般会吃胖吗？其实从我们就是这个大家的生活条件越来越提高了以后呢，想吃什么时候不一定是非要过年，但是小时候确实是只有过年才能够吃到很多你平时吃不到的，或者平时不会吃的一些美食。那所以其实没怎么胖过，我还真是没怎么胖过，可能就是在北京待的有段时间比较难熬的时候稍微胖了一点，然后在没有开始打网球之前，然后也没有跑步之前，稍微稍微有点胖，会胖一点。那现在我感觉我的皮脂啊什么的都是回到了非常好的一个状态。过年会不会帮妈妈准备年菜呀？人要学会自知，做自己能力范围的事情，不会做的就不要添乱。我选择是不添乱。过年除夕夜汉家里最大的硬菜是什么？还不知道呢。这次要做好多人的饭哦。这次就是人多，过年还是人。硬菜也许是炒粉吧。
船长家里过年有什么习俗风俗？其实小时候过年，就是我外婆还在的时候啊，也家里是这个风俗，就大年30是外婆请客，吃年夜饭，对吧？然后就开始轮，初一我妈是老大，就开始到我们家，初一就我妈请，初二就老二请，初三就老三请，初四就老四请，然后一直吃，对吧？吃到然后最后再回过头来，你们也没有15个姐妹嘛，对吧？吃不到元宵节，然后元宵节好像带大家聚在一起吃一顿。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亲戚聚在一起吃饭，然后孩子们打打闹闹，大人们打打麻将、斗地主，我觉得这就是过年的一种氛围吧。大家吵吵闹闹、热热闹闹的就过新年。然后呢，我们那里有个习俗是什么东西？不是0点的时候得放鞭炮，就跨新年那一刻得放鞭炮。放完鞭炮了以后呢，就有一次我妈就经常吐槽我这件事情。就有一次你知道，就是我妈在那放鞭炮，我不烟很大嘛，因为每家每户都放，楼梯楼道全在放鞭炮，知道吧？然后呢，我就嫌烟大，我就把门关起来了。然后我妈放完鞭炮就往上冲了以后楼道里都是烟嘛，然后哔哩吧啦，她就敲门，我又听不见。然后把门关起来了，因为烟我不想烟飘在家里，然后又吵，然后烟又味儿，因为我不太喜欢那个飘的那个烟的味道，然后我就关了门。我妈敲了半天的门，我都没开。然后我妈说她那一刻她都要窒息了，她都快给憋死了，然后我才把门开开来。为这个事情，每年过年那时候我记得每年过年都要说我一顿。然后呢，还有个习俗，是初一的早上呢，必须要放完鞭炮，才能够出门。放完鞭炮才能够出门，就你不放鞭炮，初一是不能出门的。我那时候小时候，你知道吧？就是平时都上学，就是初一过年这段时间能够放飞啊，没人管，父母也不管，就是可以出去跟小伙伴一起玩耍。然后你小时候你又不敢点，对吧？也不让点，放爆竹，我就得把大人，我得给他们摇起来，你知道吗？他们就可烦我了，就是每天睡得最早，一过12点我就睡觉，起得最早也是我，他们好不容易睡个懒觉，不让他们睡，我就摇起他们，快给我放爆竹，我要下去玩。后来等自己能放鞭炮了，敢了，有能力了，你也起不来了。你那时候长大了以后，你宁愿大半夜出去玩，也不会早上起来出来玩了，也都是怎么说呢？就要睡懒觉，要睡到自然醒。娱乐项目，小时候年前都会帮忙贴春联什么的，后来越来越简化，现在就只贴一个福字。山东老家会在过年时候贴过门前，一般以红色为主，随风飘动，很有节日气氛，接福气，祝大家财源广进，家和万事兴。过年小俚语：初一早，初二早，初三睡到饱，即初一不可睡午觉，洗头洗衣晾衣。还有除夕围炉时要在桌子底下放一盆火炉。4很怀念那时候姥姥给我的红包，她去世10多年了。是啊，我外婆也去世好久了，以前外婆还会给我发红包的。
船长小时候拿的红包最想买什么？说实话，已经不太记得了。买什么？都被收走了红包。过年习俗好像会从头到脚焕然一新，汉哥会去做造型、换发型之类的吗？再说点我不解的事儿。我妈上个月烫过头，且发型刚好合适，也要去修剪染色，这也是我和我爸不理解的地方。大波浪经过经常修剪就没那么卷了，普通人又没有要天天打理，卷发棒就能做到的微卷，何必浪费一下午时间出门做造型，还要我们在外面等着他们？每年临近过年都这样，其实想想也是个非常有趣的节目啊。大家在新的一年，我是在离开北京的时候把家里都收拾干净了，就断舍离，就是不要的东西或者想送人的东西，或者是都会断舍离，都送走。然后我喜欢家里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对，心情也舒畅。新的一年，我觉得新的一年大家其实慢慢大家都这个都是需要学会的，慢慢断舍离。船长过年的时候会收到新衣服吗？有没有印象最深刻的时候？其实过年真的穿新衣服是比较开心的事情，特别是我记得那时候高2还是高3，忘了，反正那时候考的不错，还是因为拿到了上戏的这个 offer， 然后就买了一套 Nike 的，从头到脚。那时候还是詹姆斯系列的 Nike 的，从头到脚，鞋、外套、T 恤，其实就很薄一件，你知道吗？我估计就运动服就比这个跟那个差不多厚。到大冬天过年，一件 T 恤，一件薄的小外套，有点像丝质的，那不舍得换，也不舍得加衣服。那就是我那一年的最酷最炫的造型，那可是舍不得，一定穿到底。那给自己冻也得穿，那时候小时候还有个坚持，你知道吗？打死不穿秋裤，非常的固执，就是不穿秋裤。而且没办法，那是从小腿就粗，一穿秋裤吧，大部分裤子都穿不进去。然后这里有一个朋友说，我的家乡一年有2个除夕，大年初5有做大岁的习俗，源于明代抗击倭寇的历史事件。倭寇攻陷兴化府城今莆田市区，大举进犯仙游县境，百姓流离失所，无法正常过年。直到次年，在戚继光等将领的援救下，倭寇被击退，幸存的百姓才陆续返回家园。由于当时年节已过，家破人亡，人们便在正月初5这一天补行除夕的围炉仪式，而正月初2为探亡日，禁止走亲访友，以悼念在倭患中遇难的亲友。有些地方还要贴白鹅春联，春联顶端留出约10厘米的白边，是在白色挽联上覆盖红联的折中方式，既表达哀思，又保留春节的喜庆。初5清晨吃线面，象征长寿平安，是做大岁当天的重要饮食习俗。看，在粉丝的这个介绍下，又学习了一种历史的事件。站起来！今天打高尔夫，谁打高尔夫穿衬衣打高尔夫？
哎呀，站起来喝口水，好吧？奥斯卡，你们在睡觉啦，奥斯卡。奥斯卡。奥斯卡 ，C， 握手，握手，嘿，另一只，嘿，嘿，另一只，嘿，麦克风。这边跟大家打个招呼，奥斯卡，奥斯卡，come on。打个招呼，跟大家打个招呼，跟大家打个招呼，看前面，看那，看你自己，看到吗？看你自己。好乖呀、啊！不舍得走了啊，给你喂你吃好吃的。来，往这。啊。水。开始吃东西了。过年，昨晚年会抽到一等奖，这么多年没中过一等奖，在我最后一次参加年会中到了。我们在过年的时候有投壶比赛，哎呦，可会到尽头了。投壶比赛，哎呀，他们，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个东西得要参与吧，对吧？虽然这个大奖我也得参与啊，然后我就参与跟他们比，差点就把他们的大奖给抢走了，把他们的年终大奖给抢走。春节在，大家看书哈。人类简史可以看，然后他还出了一个第二部叫《至人之上》，我都准备好好读一下。后我当然作为老板，我肯定要给大家员工谋福利啊，对吧？我即使中了，我也得捐出去。不过我也拿了个奖品，一个加湿器。奥斯卡，看他摇尾巴。奥斯卡，奥斯卡，奥斯卡。
然后最近看了两部影片，最近看了一个韩剧叫《爱情怎么翻译》，我还问了一下朋友怎么读，Isalam通友退奶油，好像是这样吧，有点忘了。然后，爱情怎么翻译？这个片子反正我追完了，然后里面的画面啊，包括其实很有意思的是，男主他这个翻译官的这个角色，很有魅力，就更加让我觉得就是其实他设计的一些桥段啊，通过这个翻译官的这个一个形式，造成了一种很新颖的一种表达方式。怎么说呢？就是因为翻译官像个媒介，像个中间人一样的这样的角色，其实这样就可以表达出他解决问题的一个能力，因为对方都听不懂，只能说感受。那我怎么翻译和怎么把这个话说好，或者是怎么样去达到委托人的一个目的，就像他在帮女主去处理尴尬境遇的一些时候的反应和解决问题的速度和能力，其实是让这个角色非常有魅力的。对，然后包括女主身上的双重人格，其实里面有句那个话，包括他那个作家角色的，其实他就问那个男主，这个世界上有多少种语言？男主说好像据统计大概有7000多种啊。他说不是，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种语言。所以其实为什么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说一直在说在找能跟自己同频共振的人，对吧？能够让自己去感觉到温暖的人。其实我觉得很多人或者大部分人其实都不愿意去戴上所谓的面具，是因为戴上面具是因为我们想和这个世界，想和这个社会，或者想和周围的人去沟通，想尝试以一种他们能听懂的方式去理解自己。对，这就是好像形成了我们所说的这个叫什么情商的之类的这样的东西。但是后面有一点点，稍微有一点，要谈恋爱多了以后就有一点点墨迹，但是前几集真的是非常的好，取景啊，镜头的运用啊，真的是很美。翻译这个官这个角色确实，你看一个角色为了一个演员为了这个角色，他得里面反正说了几种语言吧，都是需要下功夫的。想融入而伪装，谈恋爱是太墨迹了，后面谈恋爱是有点墨迹的，就拉扯，稍微有点墨迹。今年要带着我家的小狗一路自驾从山东烟台来到三亚，准备在这过年。3月返回途中要去宝宝家乡新余看看。哎呦，新余好吃的很多啊，大家可以去尝尝好吃的。然后呢，还看了一个电影，
还看了一个电影《永恒战》，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挺有意思的一部电影的，讲就是大概剧情是这样的啊，一开始是一个老头老太太，大概可能90岁了，然后坐在那开玩笑，还一把年纪了还在开玩笑，然后家里也其乐融融，有儿子、孙子、曾孙子，对啊，就是那种一家老小非常开心，结婚67年。结果这个男主呢，这个老爷爷就吃东西哽住了，就去世了，他就他怎么变成年轻了？然后呢，开火车就坐火车来到了一个所谓的永恒站那个地方，就是说你死后呢，你可以选择一个地方去永远待在那儿。然后呢，他知道他的相伴一生的这个老婆也会来到这个地方，所以他就先选了一个地方啊。他认为他和他媳妇儿都会喜欢那个地方，然后留言条就给他了以后，然后就说你来了，这个有人就服务员告诉你，然后你把这个信给他，你就来找我就行了。然后呢，他就在正走的时候碰到他媳妇儿了，他媳妇正好也灵魂也过来了，对吧？肉体对现实意义当中的这个死亡了，然后来了以后，故事就精彩了。其实他这个结婚67年是他的第二任的丈夫，他第一任的丈夫是一个 soldier， 在战争当中就是去世了，但是他的挚爱，哇，一个很帅的一个男的，又非常有魅力，身材又好。然后这个她去世的丈夫在这个永恒站里，他没有选择去任何一个地方，就在这里做酒保打工，等了67年，等这个女生，就是非常浪漫的爱情故事。就是整个站里的人都认识他，都哇，你终于等来了你的这个爱人。那他这个女主就变成了两难的一个境地，是选择他最初那个炙热年轻时候喜欢的火辣的不得了的这个男生，然后但是他是他的第一任丈夫。哎呦，没电了，看看。插头呢？找个插头。真没电。哎呀，这电力嘎嘎的，插上充电器啊。你了挺舒服躺的。然后讲到哪？讲到就面临那个选择了吧？是选择超火辣的他的第一任丈夫，然后他们这个炙热的爱情，还是选择那个相伴了67年的爱情，还是选择一个等了他67年的这样的一个爱情？都要，不能都要，因为永恒站只能选择一个地方待到永远，不能够改变。所以这就是有趣的一个人生命题，而且演员都演得非常的好啊。然后对，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一个电视剧，一个电影，包括去看一下《人类简史》。对，这是我最近在读的书。好。然后当然呢，这个不可避免的啊。你睡呗，要过来，怎么回事？
奥斯卡，这不是吃的，这水，我喝水，喝过水，口渴了。奥斯卡。贴奥斯卡。哎呦，哎呦，好了，去吧。好，去吧。好了，去吧，奥斯卡。该去了啊。去吧。哎呀，哎呀，你扒到身上了，你这么粘人啊？这不肯走了呀你？哎呀，这样不舒服的啊！快睡觉去。好了，我跟大家聊天了啊。去吧。去吧。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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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干嘛吗？你要干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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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么喜欢直播啊？你跟大家聊两句。聊两句。粘人小狗。哎，不知道大家前段时间看了没有？看了温网没有？开年的第一个大满贯，大家看了没有？哎呦，熏怎么来的？没有看澳网吗？唉，在香港啊，在香港啊，没看澳网，哇，澳网太精彩了，竟然你们都不看，没有看，我准备好的文稿我怎么讲？没有看我准备好的东西怎么讲？澳网看了澳网没有？一个都没有看过吗？没有跟着我与时俱进打网球吗？好，看了啊，还是有朋友看了。你们都说没看，我都没有办法跟你们聊。
这次澳网太精彩了，我是几乎，因为我在学网球嘛，我一定要多观看一些比赛，去好好去让自己有所提高呗，对吧？哎呀，看看有没有什么好一点的特效。哎呀，哎呀，这特效，哎呀，哎呀，哎呀，脸油的胸，脸油的胸，我找个纸。有没有可能特效的问题？这个特效也怪怪的。有点暗哈，这个可以吧？是不是有点暗？汽油，这边那边北京太干了，这边太油了，得使用不同的化妆品。这个好看吗？好，好看就不动了。耶。可以了吧？好嘞。没熬夜啊，最近都睡得特别早。哎，刚刚发了那个，刚刚我才把那个比赛的那个发出来，大家看了没？然后最近澳网看完了以后，我觉得网球这个确实哈，是一个非常考虑反应能力和你的这个意志力的一个专注度、精神力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这样的一个运动吧。就我也会经常面临，就是跟别人打着注意力不集中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还是有很多要学习的地方。然后最近不是那个郑钦文也复出了，很可惜倒在了16强还是8强。对，所以我网球现在都是网球是我就是现在晚上必看的一个就是节目。
6-0横扫是什么东西？反应力这个东西都是可以训练的吧？对，打网球我觉得而且我打网球之后我的膝盖好了很多。我还是真的很喜欢阿卡。哇，你看他在半决赛的时候跟那个兹维列夫抽筋儿了，吃的止痛药，硬生生拖入第5盘，打了那么多抢七，然后惊险过关到了决赛。当然，我觉得德约科维奇也是非常非常的顽强，就看他打球就是18般武艺，样样都运，就是那还是抵不过岁月。当然也有很大的运气成分的，他连续遇到2个退赛啊，在半决赛战胜辛纳已经就是哇，太顽强了，一个老将有这么多顽强。就是对，为啥对膝盖好？就是我经常他是半蹲的嘛，他会跳，他对我的股四头肌的训练还是挺好的，而且他一直这样半蹲着，我觉得对我的膝关节还是蛮友好的。对阿卡，他其实你不能单单说能跑这个东西，就是，然后我很喜欢，我觉得其实网球是一个非常需要技术的一个运动，不单是奔跑能力，你放小球啊，去做一些技术动作呀，其实都是非常值得考虑的。是不是阿姨来这个？Hello。对，阿卡非常全面，然后会跑步啊，不是什么会跑步啊，就是奔跑能力啊，放小球啊，以及正手的攻击性啊，反手的防守攻击啊，都层层抵住了这个叫什么德约的这个攻击吧。哦，对啊，网球对核心，对我觉得是其实对手眼协调非常好。你手眼协调也好了，而且其实还有一个是网球，就是对待专注力，就我们很容易就是说专注力下降，然后呢做事情，专注力不集中，就是这个是非常，就是也年纪越来越大，非常容易出现的一个情况，所以打网球真的是很好的训练了很多。其实我都觉得就是会对视力蛮好的，因为你视力眼睛一定要跟着球动嘛，一直要跟着球动，然后你要找准击球点。考虑来马来西亚，当然有考虑啊，明年的一个26年的一个巡演，就是会继续做起来。对，应该是奥斯卡上厕所散步的时间，而且就是上网球课一定要一开始的教练非常重要啊。奥斯卡不在，正好我给大家讲解一个，就是你们学网球最需要注意的几个点，好不好？正好把穿袜子吧。打网球哈，就是你们在学习初期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是刚开始接触网球，就是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比如说，哎呀，没带拍子，我想想拿什么东西，可以替代一下啊？这是什么东西？看起来有点脏脏的。就先不拿东西了吧，就这样啊。
比如说这是拍子，这是拍子，然后呢，最重要你看，分腿垫步，硬拍，击球，往前走，对，就是1、2、3，打球，就是很重要的是，一定要在最开始的时候，一定要把关闭式，懂啊？这就是关闭式，拿左手去指球，尽量撑开。我有的时候左手都很懒，然后挥拍回击以后接住拍子，左手指球，分腿垫步，左手指球侧身关闭式，然后挥，然后反手也是，分腿垫步，关闭式，挥。其实一定要，就是最几个核心的点哈，核心的点就是你要分腿垫步，这个是因为给你的那个身体啊，包括腿有个弹性，然后让你更好的速率。然后那个还有一个是关闭式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刚开始不熟悉这个网球的一些东西，和你判断不好球，关闭式就像为什么人要关闭式呢？球是这么过来的吧？球是从对面过来的，那你关闭式的时候，你开放式，你是不是就是人是飘的，你是站不稳的？当你关闭式的时候呢，你是这样是很稳的，你的发力就会有个传导，我可以从右脚发到左脚，再往前走。就是一定要练关闭式，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说你的左手要去指球，更好帮你判断你与球之间的距离，然后挥拍的距离，这个就是非常需要注意的。就是我到现在打，现在我都在不断的提醒自己啊，一定要去注意这些小小的细节，因为细节决定成败。你一开始的时候注意的这些细节，对你未来能够打到网球多高的水平是非常有效，而且不容易受伤。因为你关闭式和你用了你的整个核心去旋转的时候呢，包括你左手指球的时候，你看左手一指球，你的半边的这个旋转了，你就能用上你的核心。你用上核心呢，你就不是很多人都是这样，左手不动的这么打网球，第一很容易伤你的肘关节，第二用不上你的核心，你的腰腹就不会更加的紧致，懂不懂？所以就是，当然打网球真的是非常锻炼身体，腰腹你核心用上了，奔跑核心用上了，嘎嘎嘎，1200小时，那身材嗷嗷好。对，然后我不是现在我这个水平，我不吹牛啊，绝对不吹牛。3.0基本上就是横着走，不吹牛，绝对不吹牛。我看看啊，我自己写的应该写了，拿了，我已经应该拿了2个3.0的冠军了。然后呢，我的今年的新目标就是拿到3.5的冠军，就一点一点来。明年就是拿到4.0的冠军，4.0就很厉害啦，非常厉害啦。我现在3.0横着走，横着走。2个冠军，3个亚军，1个季军。对，到时候我们都会发那个 vlog 出来，给大家讲解一些，让大家喜欢上网球这项非常好的一个运动。不知道那个看到新发的那个视频了吗？也是阿卡也非常厉害，最年轻的这个大满贯，最年轻的世界第一，很厉害。
好了，滑雪，啥是3.0、4.0？你们多去了解一下网球的知识呀，对吧？多去了解一下，运动起来。看到了，对呀，我那个，哎呀，决赛，那个是有一段时间了，现在变厉害了。滑雪，还是这个要小心点。对于想做的音乐或剧是怎么决定题材方向的，很好奇。因为小哲的音乐一直很有创造力，不断尝试新的曲风，是慢慢找方向，还是很早就有想做的很多方向了？诶，大家应该会有兴趣听我聊聊工作上面的一些想法吧。最近也是在聊新专辑的一个概念和企划的一个方向。已经出了3张专辑了，而且感谢大家的支持，成绩都非常的不错。然后在想还有什么能够表达的呢？内心还有什么想说的呢？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我都在花时间去讨论剧本啊，然后包括做后期啊，也有很多琐碎的事情。所以在想，因为你首先要有一个大的概念，然后再把一些歌装进去。包括已经录了 OST 录了一首了，本来年前要录一首，但是因为歌词还没出来的原因，只录了一首合唱的，然后年后会录自己的一部分，曲已经出来了，就是也是非常好听的歌，也是，而且做 OST 的那种表达，好像跟自己歌曲的表达又是不一样的一个东西。不能够多讲新剧，讲新剧我觉得还是要保留神秘感，然后让大家有一个看的一个新鲜的一个感觉。有容易唱的吗？对，就是OST 是古风的一个歌，对，是古风。然后前2天那个制作人在录那个真笛子的那个编曲的时候，就很鲜。对，在准备第4张专辑了，情歌，会不会多出一点情歌呢？应该会吧，而且说实话，你看我们开始做戏了，要做戏就要做，就是跟着就是有音乐的部分，所以很多我都在学习，包括摄影的一些想法，包括做导演的一些想法，包括后期自己做监制啊，自己去把握好自己的片子啊，一些节奏很有趣。其实做戏是一个更加繁琐的一个体系的一个东西，在里面真的学了很多东西，也是找了一些老师去跟他们去探讨、去交流、去学习。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有表达的心，就像做专辑一样的，你先有自己。他就是我觉得我的工作人员都非常好，他说你想做什么，你真正想说什么，你想对这个世界说什么，想对喜欢你的人说什么，想对爱你的人说什么，想对这些你可能不认识的人说些什么，我觉得很重要。对，目前演唱会见面会为止，个人最喜欢的造型，哎呀，我是一个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非常向前看的，我觉得下次都是更好，我永远都会朝着那个更好，下一次更棒，有新的点、新的歌，然后你看3首EP 里的还没有唱过，对不对？然后我们还有新的 OST， 永远都会有新的惊喜。我们只要在不停的前进，那你们可以选，但是我会一直朝着那个更好的方向去努力，去争取。
经过8月的剪辑工作以后，影视剧的剪辑有什么新的挑战吗？当然，那完全是不同的叙事节奏和不同的拍摄方法。对，最近压力大不大？拍完戏后期压力大，还是拍完一部片子的后期压力大，还是拍片子？其实拍片子的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快乐、开心，然后和熟悉的伙伴们一起去创作一个东西，去解决困难，去解决麻烦，去尽量把这个东西做得更好。其实后期的压力是更大的，因为这后期是你完全不懂的领域啊，对吧？拍摄是你熟悉的一个场景和环境，是你更容易把控的一个东西，所以当然后期的压力会更大一点。音乐方面你得把控嘛，你得有审美，是否符合你的调性，然后整个的戏的一个节奏如何让，其实我很怕的是我们热情饱满的去做了一个事情，写的时候拍的时候都是想表达，有很多很多的思绪，但是最后观众看不懂读不懂，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事情。对，那肯定我肯定是希望尽快能够见到大家，我是非常想念大家，非常想跟大家见面，感受大家那种热情和激情，然后当然也是希望我们期待已久的戏剧的部分能够更快的能够跟大家见面，对不对？然后我也是在准备新的，对吧？有一有二，再有三，三生万物。是啊，就是如何讲好故事是非常难的一个事情。对，你认为你的演技最能突破的方式是什么？其实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很喜欢突破自己，包括你看打网球也是要在一个不断进步的一个状态下，我也不单单是从演技方面吧，从表达方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表达，然后能够让别人看懂，然后让别人能够触动到别人，这是作为一个演员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对，今年是我年前连续工作的第4天，明天连着工作也挺爽。这几年越发爱工作，是不是老了，懂得珍惜了？觉得工作真的很好，既能获得经济效益，又能充实自我，体现价值，并且在一段持续工作结束后很满足，休息起来也很安心。一段新的工作开展起来总是会让人开心。这几年越发的感恩，可以有证明自己能力的工作表现机会。工作真的令人心情愉悦，每晚工作结束躺在床上特别心安，想着明天还有事做就可以很有动力。我们船长也是这样有工作热情的人，我们要靠自己努力活出精彩。你看这话建议啊，放到我们的公司里，让每个员工都好好读一读。这么热爱工作，就好好的工作啊。那我虽然很热爱我的工作，但是我也很热爱生活。对，因为说实话，我觉得有的时候是弥补一些缺失吧，弥补一些前2年的一些缺失，所以在这2年有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和看到了一个未来更好的一个方向，我觉得是时候要努力，对，要冲一冲，填补那5-6年，对吧？没有磨的刀，拿出来再用一用。日常生活中会被自己的强迫症行为困扰吗？有强迫症还好吧，没有太多的强迫症，以前强迫症更明显，现在好很多。
哎呀，本来是要给大家写几个字的，哎，小姨笔又没给我拿。尴尬，尴尬。这位小孩，请问看到妈妈文章关于互怼的回击作何感想？有没有反击回去？这一回，我不想再说妈妈。妈妈非常的好，妈妈做的对。然后，我看到了一条信息，不是，就是发在网上的信息，说他在看《猛男秀》的时候，发现了前面有一位海蜇，正好在看妈妈的文章。你们挺会啊，很厉害呀！在满足自己的这个眼睛的同时，还不忘了学习。真的，我看到这个信息的时候，你们过得不暂停了吗？是会享受生活的啊。当然，我不知道是哪位粉丝朋友啊，看得出来大家日子过得还挺滋润的啊，然后还不忘学习，在这个时候，毅然决然的点开了妈妈的文章，受到了熏陶，顿时是不是觉得坐在那里没那么香了？船长如果焦虑或暂时想不到解决办法的时候，通常会做什么来排解当下的困惑的心情？其实想不到解决办法的时候，第一，问你身边有智慧的人。你相信人交朋友，我觉得现在我更多时候是交有思想有智慧的朋友，去问问他们的意见，听听他们的想法，或者问问自己的父母，比你年长，比你有社会经验，对吧？通常会做什么来排解当下的困惑的心情呢？困惑是常态，你发现问题也是常态，我们一生当中都在不断的解决问题，不断的消除与他人之间的偏见。那有的时候可能会去跟朋友聊聊天，去打个网球，去唱会歌，弹会吉他，去抒发一下自己的情感。对，当然你们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问我啊，就是你们会问的这个，就真的去问有让你身边觉得你很有智慧的人，而且或者是你去看一看书，也许书里就有你想得到的答案。哼，你们不要真的逃不过我的法眼，你们这干的那些事儿啊，我都在偷偷的、秘密的看着。公众号也会更新的，过年也会更新的。然后在进行一些重大决策时，如何评估风险和收益？我感觉我自己的人生经不起一点波澜，没有退路。现在有机会换个工作，短期收益会行涨，但是不知道能否长期维持。另外，高风险高于我现在的工作。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我一直认为就是，你看朋友有很多，就是有做金融的，有做股市的，有做各个行业的，包括我现在去了成大，也认识了很多不同行业的朋友，他们都在各自的领域非常的出色。
人是没有办法挣到认知以外的钱的，我一直很坚信这个。所以，做自己擅长的事情，做自己有经验的事情。那你要去接触新的行业，想赚这个钱，比如说我要去做导演了，我要开始做监制了，我要去做一部影片，我当然，我首先已经想好了，我一定会踩坑的，一定会有损失的，这是我已经做好的心理准备，或者是因为你进入一个新的领域，进入一个新的环境，你就是要交学费的，就是要踩坑的，这都是你成长路上摸着石头过河必不可少的一个过程。所以你真要去学，你要做好交学费的准备，那你要去学习这个行业，得到充分的知识以后再去进入，不要人云亦云啊，这个股票上涨啊，哎呀，这个等你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这股票还上涨吗？割的就是你呀，对不对？研究周期，研究它的那个东西，避免踩坑。大家是吧？辛辛苦苦工作挣钱都不容易，钱要花到自己觉得开心的事情，觉得舒服的事。你要想挣更多的，首先改变你的认知，提升你的认知和学习能力，对吧？千万不要去听别人去怎么说，要有自己的判断。对，如果有机会换工作，你如果想尝试的话，可以去尝试新的领域啊。我一直，你看我也在不断的挑战自己，尝试新的领域，去进入到不熟悉的，但是前提是你有没有做好这个准备，有没有这个信心。然后还有就是短期收益和长期收益。你看我们老师经常讲，比如说你去炒股或者是什么东西，金融市场，你从长期发展来说，你10年前可能持的股，你只要10年不去看它，不去看短期天天影响你的心情波动，10年之后它大部分就这种你就的，比如像腾讯啊、特斯拉或者什么东西的，那它都是一个增长的一个趋势啊。你看你是以1个月、2个月，还是以10年的眼光去看待一些事情？如果你看得太窄了，你天天都在被这个事情影响心情，而且战战兢兢的，那你看得远了，那就是他就持有的一个长期的一个财富。其实所以就是做歌手和做演员都是非常有趣的事情。做歌手就及时反馈大家给我的能量信心，让我可能这一大长段时间都会充满着能量，充满着这个动力。那做片子，你看又繁琐又复杂，投资又大，又不知道，就是这个运动模式又是一个新的尝试，但是它会有很多延时满足。就是当你做出来看到这个片子的时候，你想起那段时间的努力。你知道这个你看以前都是拍完就算了，或者是没有之前这么多围读的时间，以前都拍完，现在是片子你是一遍一遍看的，然后还要问一些亲朋好友的意见，这个片子你觉得剪得怎么样？你们是否能够看得懂，能够懂得我表达的意思？所以这个就是一种，就是延迟满足的一种幸福。对，哲瀚，好羡慕你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每天上班好痛苦，有什么建议？像我一样没有什么热爱的人，要怎么样才能坚持到退休呢？那就先去寻找自己灵魂的碎片，去寻找自己所热爱的东西。如果上班给你带来的只有痛苦的话，我认为其实还是要去寻找自己热爱的东西。当然我们都会面临的一些，不管是社会上的，不管是行业内的，不管是所有的东西，一些身不由己的，那还是要去做自己喜欢的。不管是一个运动也好，一个音乐也好，世界上有很多你未知的一些东西。就像人家说要去火星，或者是去哪儿，其实地球上很多文化，很多你所地方你都没有涉足过。
哪怕你懂中文，这世界上只有20%的书是中文写的，你都看过吗？也没有。所以去寻找，本身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就是在寻找自己，寻找自我，寻找自己所热爱的一些东西。我只是很幸运，在小的时候就找到了自己擅长的，也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工作吧，也得到了家人的支持，我觉得这是很幸运的一个事情。所以有的人可能一生都在寻找，那其实我也在寻找另外的自己，就是除了演员之外还有什么可能。对，那天看到非常美的夕阳，傍晚还有做成酒吧模样的平板小船招揽客人做日落巡航，一口冰啤酒，一眼静谧的海面，想想就畅快。有时候想要卷自己，但更多时候想把时间浪费在这种无意义的小事上，好像这才是生活本来的样子。对啊，与大家一起聊聊天，分享一下生活的感悟。你会看到冬天的，就是感受冬天的那种生发的气息，上火，等它长痘，起那个东西，然后回来能够感受到湿润的空气，包括春天的北京，万物生长，小鸟开始出来了，连蚊子都比我们早一点苏醒啊，蚊子都开始忙活了，要准备叮人了，所以呀。是不是怎么不动了？请问大家还能看到直播吗？是不是卡了？哦，没有，不是卡了，是卡了吗？为什么感觉没有弹幕了？嗯？哎呦！为什么大家发不了弹幕吗？能看见吗？啊，是不是刷新一下？哎呦！Hey, your white purse? Silly, what is this things?刚看不见大家的弹幕了，听到哪儿了？你们都
啊，听到那个响，这个啥？听到啥了？听到哪儿了？你们都听到哪儿了？我现在能看到弹幕了。现在啊，差不多嘞，1个半小时嘞。讲到蚊子，对啊，蚊子，那就是大家都听得差不多了。好的。哦，我今天嗓子太疼了，嗓子太疼了。嗓子有点疼啊。对，再喝点水啊。首先，那我就先，因为等会儿给大家唱歌啊。虽然嗓子有点疼，但是还是必须给大家来一首。诗朗诵，诗朗诵啥呀？感觉像考试一样。最后，现在请大家收下我的祝福，愿你有龙马精神的健康，有马不停蹄的成长，更有走马观花的闲暇，去享受生活的美好。祝你，也祝你的家人马年大吉。马年大吉，万事如意，阖家幸福，事事顺利啊！一会儿等那个朋友的这个费用撤了，我就给大家唱歌，唱什么呢？搜一下。主要嗓子有点疼。现在都得要会员呢。都要会员，咋办呢？没会员呢。
预备工准备。See you again tomorrow. 拜拜。天问好久没有听过了。天问，情人节快乐哦！希望大家都做一个有情有义的人，这是情人节的意义。好，可以唱歌了。我想唱一首这个薛之谦的《足够》，对这首歌特别有情感，特别有情感。男人特别有共鸣，就是在他年轻的时候租不起房子，没有能力，然后但是却收获了很炙热的感情。可是当他有了一定能力的时候，却发现再也很难获得青春年少时的那种冲动和那种爱情了。对，特别适合。每次我唱这个歌的，我都分享给我的哥们儿，他们听的都很有感触。足够。落日在神话，染红了窗纱，打几次卡，挤地铁漂流回家，租住的大厦，攒几年筹码才能留下，不去想下次搬家。幸福啊，没有规章，租的未必不漫长，只是多想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这间房租过多少人梦过了多少理想故事，有没有倒塌？后来他都找到了吗？曾经渴望的家，那个人一定不像我，自卑到责怪他，怪我吧，明明他的梦一点不大。这个音乐有点影响我，稍微关小一点声。这歌超好听。为这身片瓦，付春秋冬夏，若都不算假，听我说明天去哪儿。幸福啊，没有规章，租的未必不漫长，只是多想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这间房租过多少人梦过了多少理想故事，有没有倒塌？后来他都找到了吗？曾经渴望的家，那个人一定不像我，自卑到责怪他，怪我吧，明明他的梦一点不大。明明他的梦一点都不大，但是那个时候我们的能力有限，满足不了他。哎，好了，情人节唱了一首感伤的情歌，所以祝大家有情人终成眷属，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希望大家都能收获自己的爱情，
在新的一年里做一个有情人、有温度、能够温暖别人的人。对，珍惜大家的情谊，好吧？一定要开开心心的，新年快乐！我们新年见！新的一年越来越顺利，越来越好，所有的愿望都会实现的。拜拜。